2024年中概股跟恒生科技到底值不值得投资？这个话题有很多圈子的读者都来问我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主要探讨这个问题。那在开始我们正式分析它行情之前呢，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中概股，什么是恒生科技。从大的方向上来讲的话，中概股呢是代表中国的企业，但是它在海外上市，海外再加上香港市场。可是在我们平时讨论的时候，中概股基本上就是指在美国上市的企业。好，那恒生科技呢，顾名思义就是在香港上市的企业。好，就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的，我们通常叫它中概股；在香港上市的，我们就叫它恒生科技。那我们讲说，那我们要研究一个股票，要知道我们要研究什么。我们说中概股，我们研究的标的呢，我们选取的是万德中概30啊，这是在美国上市的最大的30只中国的股票。那恒生科技我们就研究恒生科技指数就好了。那我们看中概30呢，里面都有什么？京东、携程、拼多多、百度、新东方这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前4家企业就已经占了超过60%的一个份额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前面这几大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哈。等一下我们看它现在怎么走这个行情哈。很多朋友交易中概的，在这个方向上是亏了很多钱的。这个股票就是中概股跟恒生科技，他们两个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我知道有一个读者在这个波段当中就赚了1000万哈，也知道有的读者在这种行情下是亏了几百万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目前呢，这个中概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这个红绿色的 K 线它是中概，那这个粉色的线是什么呢？是纳斯达克科技指数。我把它们两个放到一起来对比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跑输了很长时间。这个纳斯达克科技指数已经创了新高了，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底部来震荡。我们再看，我们怎么去分析中概股跟恒生科技？你们看，当我们把中概股跟恒生科技放到一起的时候，发现什么？它们的走势大同小异，基本上拉长周期，这么长周期来看，从2015年来看的话，基本上没有一个谁跑输谁或谁跑赢谁的一个情况。其实我们讲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中概股还是恒生科技，它主要的就是跟宏观经济相关的那一个方向，就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相关的方向，所以其实本质上它们的走势会很相像。我们先复习一下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把 A 股分成3个大类的话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是稳定类嘛，就是它的业绩比较稳定，然后它的门槛比较高，基本上是公共事业类的，它很难进入，它基本上是垄断的方向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它是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的，因为它的这个业绩主要是基于这个宏观的消费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它跟它自己更相关，自己的产业周期相关，它会受宏观的影响，但是它受自己产业周期的影响会更大一点。那么宏观周期呢，我们讲我们的宽基指数、沪深300、上证50类的都属于宏观周期类的指数，对吧？像自己的产业周期，像军工什么的都是自己的产业周期类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复习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想一下恒生科技跟中概股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研究，其实它们两个行情是很像的，我们不需要把它们分得很开，它们其实在我的个人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东西。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是属于这里面的哪一个小组？如果说它属于这一个小组，那很容易，我们要分析宏观周期还有它自身的行情周期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怎么去看？好，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，用相关性。这个图价值万金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。如果看懂了，这个图是价值万金的数据哈，你们看，这是万德中概股300哈，这是万德中概股100，然后我们把拼多多、阿里巴巴、京东啊，还包括汽车啊、百度全部放过来，我们看相关性。这个万德中概股30跟恒生科技非常的高的相关度，对吧？这很容易理解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他们从长周期来看，就是基本上走势是很像的。然后会发现什么？它跟宽基指数的上证50相关度高。那基本上就可以从数据上来知道，原来它其实是属于我们之前讲的第2组。那第2组就要看宏观的周期了。
我们把中概股30打开看，我们看拼多多，看阿里巴巴，看京东，看未来，看百度，我们会发现他们跟恒生科技都是高度相关，同时跟上证50都是高度相关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公司他们的本质，他们的业绩就是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，其实很好理解，他们都要基于这个公司跟个人的需求。你经济如果好的话，你需求就高，对吧？它的业绩会更好。那经济不好的话，就什么都没有办法，业绩就下来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包括这个30只股票的指数，或者是100只股票的这个中概股，或者是我们打开它的外衣看它的个股，它的相关度都是很高的，跟宏观经济的相关度都是很高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理解了这个东西，那我们就要看宏观周期现在走到哪里了。好，我们常常说看宏观周期呢，信贷走在第一，对吧？然后是什么？市场。然后是什么？基本面。然后是库存，对吧？新的读者可能会比较懵一些哈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就先看一个大概，听多了也就知道了。那我们讲说信贷就看信用数据嘛，贷款类的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我们的股票市场走在前面，然后才是基本面。那基本面通常我们用 PPI 来表示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已经有了一个上行。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市场走在前面，其实它在这个位置已经见底了啊，但是说基本面没有那么的强劲，所以它又往回调。既然基本面在底部，这是底部嘛，对不对？这是顶部嘛，这很清楚。那么经济周期就是围绕这个顶底部这样转，那现在很明显它是在底部反转的这个底部区域。既然它跟宏观经济相关，我们先定位宏观在底部反转区，我们再看，如果我们用我们周期的模型来看这个恒生科技的周期位置的话，我们发现它上去下来就又回到了这个底部，也是处于底部。那么我们说从基本面来讲，宏观基本面的周期它是底部反转的时候，然后从它自身的行情周期的位置也是底部反转。我们再看股票，我们再把中概股的股票拿出来哈，我们看分析师对它是怎么预测。京东就是说在未来1年当中，分析师给它最小的预测是涨4%，最大是180%。当然这不是100%准确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分析师的预期，是全市场分析师的预期。我们再看阿里巴巴，最小就是亏损15%左右，最大是上涨107%，这是全市场的分析师的一个预期，然后平均是大概在60%哈，就是行情会往上走60%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是携程，那携程最小呢，他说会赚16%，最大是87%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国外的分析师对我们中概股的预期还是非常强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中美周期错位，现在美国的股票某一些方向已经很高了啊。我们看他们怎么评价特斯拉，看它最差行情可能会亏80%，然后最大是赚50%。其实类似这种股票，如果你是做价值投资的话，这种位置就很难介入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技术面，在这一周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破底翻，右肩的破底翻，这个右肩是有点重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支撑线啊，它破了又上来，形成了一个小的破底翻。所以如果你是右侧交易者的话，可以考虑在这进哈，也可以考虑等它往上突破以后在这进。如果你是左侧交易的话，那就更不用讲了，这个对我来说它绝对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区域。可是从这里进去会不会有波动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并不知道它会不会再这样下来。可是我们从长期来看，就是在一个指数已经下跌了70%的情况下，它是有投资价值的。好，所以总的来讲，就是我认为2024年中概股跟恒生科技，我是非常非常看好的。好，这是我的结论。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想法，请你留言。然后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一个赞，告诉我。